2028年，新加坡要彻底告别燃煤的日子，距离现在只有不到5年。这个决定引发了许多疑问：一个完全不产煤、不产油，能源几乎100%依赖进口的国家，凭什么敢说不用煤了？对这个风光无限又的小人多的岛屿城市来说，这真的是为了环保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决定能撑住新加坡的能源安全以及工业底气吗？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背后的秘密，从电力结构的真相到未来能源的更替，再到煤炭退场的原因，带你看看2028年没有煤的新加坡究竟靠什么撑住自己。你可能不知道，新加坡本来就几乎不用煤发电。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发电结构中，天然气发电占了高达93.1%，太阳能比例仅为2.5%，生物质和其他的占比约为3%，而燃煤的发电占比几乎不到1%。这样的能源结构和那些依靠燃煤发电达30%到50%的国家相比，简直是一个另类。也就是说，新加坡的煤电原本就只是一个小角色，可尽管煤炭发电占比小，它依然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玉郎岛上的工业生产离不开煤电做可靠的能源支撑，类似海水淡化厂这些关键基础设施也需要靠燃煤发电来提供应急电源支持。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极端情况下，它还能为新加坡整个国家电网起到兜底作用。所以燃煤发电虽小，却并非可有可无。彻底弃煤不是简单关掉电厂或换种燃料那么容易，而是对整个能源安全网设计的一次深刻变革。为什么新加坡一定要弃煤？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认为这是环保驱动，但其实新加坡弃煤更多是精算出来的结果。在煤炭问题上，新加坡主要盘算3笔账：碳账、供应链账和空间账。首先是碳账，煤炭的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天然气，而新加坡的碳税政策正快速推进，从每吨5新元逐渐调高，计划到2030年达到每吨50到80新元的目标。这让煤炭的排碳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甚至可能翻倍。煤炭在经济账上已经变得难以承受。其次是供应链账，新加坡完全依赖能源进口，而煤炭供应链的集中性带来了天然脆弱性，而生物质则都来自东南亚的产业副产物，来源丰富且供应链灵活，安全性显著更高。对于新加坡而言，可控性比能源种类更关键。最后是空间账，煤炭的储存需求非常庞大，但对于国土有限的新加坡，储煤并不现实，而生物质的分散储存能力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这3方面来看，煤炭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笔精算过的账。说到煤炭发电，不得不提到目前新加坡唯一使用煤炭的多能联合设施 TMUC Multi Utilities Complex。有人可能会问，把它的煤换成生物质不就可以了吗？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复杂，生物质不是1:1取代煤炭的完美替代品。棕榈壳等生物质燃料具有更高的湿度，在输送过程中容易堵塞设备，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燃料输送系统。同时，生物质燃烧之后产生的残灰比煤炭更多，这些残灰在处理上既要考虑环保，还必须找到经济价值，比如如何将它们变成建筑材料，实现真正的废物利用。另外，配套设备也需要全面升级，比如燃烧生物质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湿气，导致废水处理的流程也要进行改造，而整个工厂的排放标准也需要重新评估和优化。这就意味着新加坡的每一步转型，在环保经济和工程可行性之间都要谨慎找到平衡。人们对生物质的疑问也接踵而至，生物质也是烧啊，真能算清洁能源吗？实际情况并不复杂，生物质燃烧确实释放二氧化碳，但这并不是额外的净增量，因为这些生物质在生长过程中已经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了同等量的二氧化碳。如果不燃烧，它们在自然分解时还会释放出甲烷，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几十倍。所以从总体碳排放来看，用生物质发电比任由它腐烂释放甲烷要更环保。更重要的一点是，生物质能作为一种能源，是一种废物利用的智慧。比如棕榈壳、木屑等大多是产业副产物，本身储存起来就容易堆积发热，还存在火灾隐患，而将它们用作发电燃料，不仅合理利用了资源，还减少了储存风险。这种逻辑和最好选项无关，而是自由解决方案的典型案例。弃煤之后，新加坡能源靠什么撑住？未来的新加坡不是靠弥补燃煤的缺口，而是对整体能源组合的全面战略升级。天然气仍是稳定的核心基础，占比最大，同时依靠跨国天然气管道与液化天然气进口，确保供应的多样性。生物质则作为关键工业能源的兜底力量，尤其支持像玉郎岛这样的工业重地。太阳能慢慢进入更多公众领域，配合储能技术抬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此外，新加坡还在大力发展跨国电力进口，比如从老挝等邻国引入清洁电力。这种多种方案同时推进的模式，确保能源稳定优先，环保逐步改善。新加坡的能源战略其实既不是为环保理想孤注一掷，也不是为了追逐短期的低价能源，而是为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争取最大的能源安全感。这种技巧高超的能源组合能力，
可以说是新加坡对未来几十年的布局。2028年，新加坡全面告别燃煤，这和每一个家庭、工人和企业有什么关系？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电价。虽然短期内电费可能保持稳定，但长远来说，电价波动的风险会降低。无论国际能源市场如何变化，新加坡的电网将更加可靠，不会像过去那样因煤炭价格波动导致用电成本剧烈变化。更重要的是安全感，摆脱对单一能源的依赖。新加坡的能源体系更加多元化，哪怕某一供应链中的能源供应依然有保障。2028年不仅是一个节点，更证明了新加坡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的能力。不是不需要煤，而是在向未来转型时已做好充足准备。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吗？欢迎在评论区参与讨论，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谢谢收看，下期见。